1974年春天，陕西铜陵县几个农夫照往常那样出门打井取水。其中一位叫杨之发的普普通通的老农民，他怎么也想不到，在这最平常不过的一天，自己竟然无意间发现了世界上最神秘的古墓，一夜之间揭开了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而他本人的名字也将永远留在了历史当中，甚至在几十年后，让美国传奇总统克林顿亲自接见了他。接下来我们来仔细的讲一讲这个故事。1974年开春，位于陕西关中的堰塞公社西阳村最近遇到了非常严重的干旱，村里是怨声载道，吃不到水有多难受啊！于是村民们一合计，干脆挖口井吧。但是在哪儿挖却是一个问题，因为西阳村一直以来就比较缺乏水源，但又不能在农田里直接开挖，于是选来选去，生产队选中了村子西南处的柿子园，这里呢遍地都是沙石，一来没有农田，二来呢地势高，挖到了水直接顺流而下浇灌农田，可以说是两全其美。过了几天，这生产组长杨全义带着杨之发、杨彦信、杨新满4个人就来到了这里挖井。他们分配很明确，杨之发和另一位负责轮流在井下挖土，其他人呢只是在井口把土提出去。这开头几天非常顺利，越挖越顺，井也比较好挖。但是在第4天的时候出问题了，越挖越累，挖不动了，因为他们挖到了坚硬的红烧土。这红烧土啊和普通的土不一样，它是古墓最外围的一圈夯土层，颜色和硬度和普通的泥土有非常大的区别，一眼就能感受到这种土是人造出来的。如果懂行一点的人就应该明白，在地下挖到了人造土，往常就代表着在下面埋着一座古墓啊。但是这个杨之发并没有去琢磨这诡异的一幕，提起铁锹回家了。终于到了3月29号，改变世界的这一天了。伟大的一天，往往总是伴随着鸡毛蒜皮的嘈杂声。这一天是农历3月3，有庙会，4人挖井小队，其中的2人就去镇上参加庙会去了。不过杨之发和杨彦信还是早早就来到了挖井的地方。从前几天停工的井底处接着往下挖，到了下午2点，2个人已经挖下去3米多深，可能是马上要休息了。杨之发这最后一撅土，一下子使出了全部的力气。让人万没想到的是，只听咚的一声，井壁上挖出了一块碗口大的黑窟窿，里面隐隐露出了几块貌似黑瓦块的东西，两人感到十分好奇。但以往的经历总是听说谁挖出了什么瓦块的事情已不是新鲜事，于是跟杨之发同行的杨彦信下意识说，小心点挖，不要碰坏了，可以带回家放鸡蛋嘛。两人手脚并用，连刨带挖，很快他们就发现，原来这并不是什么瓦块，刚才的黑块完整的挖出来，竟然是个没有头的陶制身躯。这一下杨之发瞬间惊醒，于是也顾不上休不休息了，两人继续挖。不一会儿又挖出了数个陶制的残腿、陶制的彩色人头、一些陶片和一堆生锈的青铜箭头。这一发现不得了，虽说以前这片土地也挖出过瓦块之类的，但像这样规模的还是头一次见。杨之发就把一些小的东西装到安全帽里，一点点运上来。运上来后，村里人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说这地下是神庙，那个彩色的陶制人头头上还长了个角，不吉利。人物的造型是嘴巴紧闭，2只眼睛一直怒视着前方。村里的小青年很好奇，纷纷靠近观看，但很多年长的村民觉得这是不祥的征兆。最近长久以来的干旱，可能就是他在背后作怪，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瓦神爷。还有人叫他们18罗汉。几个老头趁着夜里跑到杨之发家咒骂他，说你这孩子太不像话，挖出了18罗汉，把村里的风水都给破坏了。当然咱们后来知道这是兵马俑，所谓的长角其实是发簪，在那个年代谁有这知识量能预测到这是秦始皇陵墓的陪葬兵马俑呢？有些村民赶紧朝着洞口瓦神爷下跪，祈福不要降罪于参加打井的亲人们，而其他人早已经吓跑了。还是这个杨之发胆大，村里人把这些陶俑青铜剑装在了3架小车上，杨之发和村里的6名妇女拉到了10多里外的临潼县文化馆。文化馆的工作人员赵康明看到这一堆东西，觉得是文物，还奖励了杨之发30元钱。杨之发走了以后，这些文物和挖掘现场起初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搁置了28天以后，还是那个接待杨之发的文化馆工作人员赵康明躲进僻静的文物研究室，决定对这些文物进行了修复整理，然后组织了一批人跟着杨之发继续去井口挖掘，挖出了一个长15米、宽8米的考古大坑，修复了更多的陶俑。于是他理所当然了，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修复研究兵马俑的人。
就当赵康明认真修复文物的时候，回乡探亲的记者令安稳听说了这个消息，于是火速来到了文化馆，看着这些陶俑，令安稳深厚的历史功底告诉他，这些就是2000多年前的清朝士兵形象塑造出来的陶俑，于是层层上报。杨志发的发现，赵康明的修复保护，令安稳的层层上报，终于使这埋藏了2000多年的惊世古墓第一次大规模出现在了世人的面前。3个月后，国家决定对兵马俑进行挖掘，秦始皇陵墓里面的惊世秘密开始被人们一一揭开。秦岭的秘密，秦岭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里面埋葬着中国古代第一位大一统皇帝，一个被世人称作史上最残暴的帝王秦始皇。整个秦岭占地约56平方公里，相当于70多个故宫的大小。虽然面积上不是世界第一大，但其中埋葬的宝物密度、种类、墓主人的地位与价值，整个墓穴的结构复杂程度与考古程度综合一比，可谓世界上最神秘的墓穴，没有之一。秦岭是按照秦朝都城咸阳城的布局而建造，呈现出回字形。秦始皇是打算死后也要打造一个恢宏的地下秦朝，正所谓视死如视生，人死后要把生前的一切带到地下，代表着在那个幽冥世界他依然是皇。而皇最需要的首先就是军队，也就是西阳村村民杨志发现的兵马俑。这些兵马俑位于秦岭核心位置1.5公里处，出土数量8000余件，车兵俑、立射俑、跪射俑、武士俑等等，制作技艺精湛，每一尊兵马俑的面孔都栩栩如生。上学的时候曾听人说过，这些兵马俑都是用秦军士兵活生生刻进陶俑里制作而成的，不然为什么叫秦始皇残暴君王呢？证据就是每一尊秦俑都不相同，好似真人。答案等我长大了一点就明白了，当然不是。秦始皇虽然被称作残暴，但还不至于愚蠢至此。或许后来挖出来的欧洲人尸骸能道出原因之一，这是后话。其实整个秦岭的布局与技巧，用司马迁在《史记》中的描述是：始皇刚即位，就在骊山开山凿洞建立自己的墓碑。后来用来70万人建造，挖隧洞一直挖透了3层地下水，仿制的宫殿、百官和各种珍奇宝物都涂置其中，藏满每个角落。工匠制造带机关的弩箭，射杀用水银做成千川百溪和江河大海，使用机械互相灌注流通。其中墓中上面天象齐备，下面有咸阳景象万千，用人鱼的脂肪做蜡烛，很长时间都不会熄灭。用人鱼膏做蜡烛，用水银做江河，机关重重。秦始皇长眠的地方就位于最中心的那座高达50多米的封土堆下。那么究竟秦始皇的潼关长什么样子呢？棺椁处又有什么宝物呢？恐怕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晓。兵马俑发现以后，考古工作者在地宫周边打了200多个探洞去探测，发现了2个盗洞，一个在岭东北，一个在西侧，无一例外都没有进入过封土层下的地宫。司马迁应该所言不虚，用水银互相灌注，设置精巧的机关，让盗墓贼止步于此。2000多年来躲过了一次次的偷盗战乱。那么秦岭里面究竟都有什么宝物呢？又埋藏着中国古代多少惊天大秘密呢？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历史窥探一二。秦岭可能存在的宝物，上古第一神器九鼎。2016年，科学家在青海敦德冰川提取了一整套冰芯，通过分析发现，4200年前，在中华这片大地上曾发生过一次气候巨变，这正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数据吻合。也正是这4200年前的气候巨变，直接导致了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灭亡，古埃及、古印度文明的覆灭。然而，其中只有华夏文明延续了下来，但换来的代价是连绵不绝的滔滔洪水。为什么同样都是灾难，只有华夏文明得以延续？或许你已经想到，这个时间段不正是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时期吗？大禹这个神话人物真实的存在在历史当中吗？4200年前又是通过什么技术手段带领华夏民族挺过了这个遍及世界的第一灾难黑暗时期？答案就刻在九鼎之上。九鼎是夏商周3代的传国重宝，传承了2000年。起初大禹治水以后，划分天下为9州，铸造了九鼎，将9州的山川河流与奇异之物皆记载之上。很多无法用现代认知去理解的神奇动物，都随着大禹治水的历程中一一被他记录下来。据说《山海经》就是用文字描述了一部分九鼎上的图案所铸。那么拥有九鼎意味着拥有华夏正统。九鼎好似会主动挑选继任者一样，夏朝覆灭之时，九鼎出现在了继任者殷商那里；在待殷商覆灭之时，九鼎就又从下一个朝代周人那里出现。这意味着谁能永远得到九鼎，便可永远获得江山。
然而战国末期九鼎却突然失踪了，起因是秦昭襄王嬴稷灭掉周以后，就把九鼎运回来彰显华夏正统，结果却在途经泗水的时候掉进了河里一个。后来秦始皇嬴政派人去打捞无果，再后来关于九鼎的消息突然就中断了。关于九鼎的消失太过蹊跷，很多人其实都觉得九鼎其实是被秦始皇偷偷的带进了自己的坟墓中，可能就围绕着自己的棺椁，意味着自己永远统治幽冥帝国，不然宁愿用15座城市换取和氏璧的秦国，怎么可能放得过中华第一神器九鼎呢？要论九鼎，现在所有的华夏文物都要往后站一站，他敢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很大的概率就在秦岭中心的封土堆之下。而秦岭第二个可能存在的是秦皇后的棺椁。你已知秦王，可曾听说过秦皇后？不论我们翻遍史记，翻遍各种小说电视剧，对于秦皇后这个中华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后，往往都是一笔带过。但是皇后到底是谁呢？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她是秦国皇太子扶苏的母亲，出生于楚国，是个公主。而秦要战胜6国，完成大一统，最大的一个对手就是楚国，但是这场大战却没有半点这位楚国公主的影子，蹊跷不蹊跷？一切的答案只能等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否在秦岭中发现这位皇后的半点线索了。百家遗书就在秦始皇刚刚统一之时，在分封土地之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战国以来都是将土地分封给各位诸侯，于是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批眼中只有传统的老官吏，求秦始皇将诸子百家分封土地。但是廷尉李斯和秦始皇嬴政认为，之所以战国以来七国不停战乱纷争，都是因为你老儿不停的分封土地才导致的恶果，于是改为了郡县制，各地方官员不再称为王，不再自己说了算，而是由秦始皇统一管理。8年以后，秦皇举办了一场晚宴，儒生淳于越提出了恢复分封制。秦始皇听后不动声色，他要继续听一听下面大臣心里真实的想法，而此时他的心里早已暗藏杀意，谁同意这个家伙的提议，谁就是死。秦始皇嬴政酷爱读书，正是如此，他知道文化人的威力并不亚于几千几万士兵，因此晚宴一结束，他下令烧光了秦代以前所有的古典文献，生埋了儒生460余人，除了秦记、农家经典等比较实用的书籍外，通通在30日之内烧光，但凡谁敢留着，处以情刑，在脸上刻字，并罚苦役4年。最后烧的只剩下了皇家图书馆内的一套藏书。于是从夏商周到秦，几千年的文字记载和百家争鸣的文化成果，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点内全部消失。如果有一天出土任何一本，都有可能颠覆今天的历史观。但是我们并不知那些没被烧掉的皇家图书馆内收藏究竟有多少书籍。按照之前我们说的视史如视生的原则，这一些书其实也被一同带入了秦岭当中。若有一天下决心去考古那座封土堆，可能相比于九鼎，很多人对百家遗书好奇更甚。但是九鼎、秦皇后和百家遗书还都只是推理与猜测，而围绕着封土城周边，至今已经开采出了哪些宝物呢？已经考古出来的宝物。今天我们还不可能靠近秦始皇棺椁最神秘的地方，理论上考古出来的宝物档次要低于那座封土堆下面埋藏的东西，但即便如此，也有价值半个香港的秦铜车马，现代人都惊叹的石质铠甲以及各种陪葬坑等等，这其中价值最高的肯定是兵马俑。秦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8大奇迹，现在已经接待了超过1.2亿人次的参观，每年光门票就可以达25亿。至今已经有100多位元首、国家元老来此参观，早已经是无价之宝。可以说，兵马俑就是秦岭的象征。群众买票也是为了一睹秦兵马俑的风采，这种风采是我们通过文字所感受不到的。我记得去年有一个综艺，摄影师去秦岭拍照，泣不成声，具体大家请看。我看见了兵马俑的脸上有指纹，那是2200年前制作兵马俑工匠的指纹。哦，在嘴唇的边上。那一刻，当时我就傻在那儿了。说实话，我真的哭了。这种动容，就是当你直面兵马俑时，你所感受的是来自于2000多年前的气息，足以让人铭记一辈子。
除了兵马俑，现在已经出土的文物有一件我觉得十分耐人寻味，就是前面咱们提到过的挖出来的欧洲人尸骸。2003年，在秦岭东部的一个村子里，考古队发现了一些乱葬坑。后来经过 DNA 比对，有一具骸骨竟然来自于西欧。难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就已经与西方开始联系了吗？后来出土的金银骆驼更是印证了这种说法。那这更是说明了，其实在丝绸之路之前，可能有了更早的交流。为什么这个人要不远万里从欧洲来到大秦中的陵墓中修陵的？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秦岭发现者后来的故事。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接待了超过 1.2 亿人次的参观，每年光门票可达25亿，迎接了100多位国家元首的秦岭，一切的一切都开始于那个干燥没水喝的春天。几个老农扛着锄头跑到了山上开井，而如今发现秦岭的杨之发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因为秦岭，他的命运又发生了什么重大的改变呢？当年挖出了兵马俑的杨之发，一开始并不好过，这可是挖出了瓦神爷，万一给村民们带来了灾难，全怪他，议论纷纷。村民们并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要整村搬迁，这一下更是怪到了杨的头上。无奈杨和一家人搬到了比较偏远的地区。谁是秦岭发现人这块也出了问题。现在如果你去参观兵马俑，你会听到很多人说自己是兵马俑发现的第一人，这里面有当年参与一块挖井的，也有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口中所述的经过几乎都一模一样。但当年关于谁是兵马俑发现第一人的问题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其实这有点像登月一样，跟杨之发一块打井的4人其实都算发现者，但世人能记住的只能是第一个在月球上留下脚印的人，也就是只能是杨之发。当年那一锄头挖出来兵马俑，没有听别人意见埋上坑，带着3车文物去文化馆的，这只能是杨。没过多久，修复兵马俑第一人赵康明就宣布杨之发是发现者第一人。后来又陆陆续续给一块挖井的其余3人补发了发现者的证书，才停止了这场争论。但这对杨之发的生活没有一点影响，直到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接见。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参观兵马俑时提出要见见这位发现兵马俑的人，并且还要索求这位发现者的一个签名。这一下震惊了陪同参观的工作人员，但同时比较担心这老杨不识字咋办。于是克林顿最终获得了杨之发签名的3个小圈圈。从这一刻起，命运一下子就改变了。现如今已经过去了将近50年，杨之发老先生已经高龄，开了一家秦俑发现人的店面在当地。如果你到他家，依然能够看到当年那把刨开兵马俑的锄头。几乎所有对秦岭的内容创作者对这位发现人都不太感兴趣，我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在里面。我从小也是在农村里长大，小学末尾我搬到了在一处丘陵下的姑妈家住，那附近有一座50多米高的红土丘陵，每到周末我几乎都会爬上去，从丘陵可以一路到我们附近的一处湖边去玩。那个时候我几乎经常性的梦见我姑妈家底下有一座古墓，我打着火把进入古墓去探宝，印象很深刻，只是现在记忆越来越模糊了。同时那时候我就特别热爱收集铜钱呀、银元呀这些老东西，到处拿圆珠笔之类的跑人家里去换，后来换了一大包，里面还有我的玩具啥的，搬家的时候被姑父偷偷的留了下来，应该是卖了吧，不过我也没有介意，毕竟姑父姑妈也养了我几年。后来大概是初中升高中那会儿，我已经搬走了，有一回回姑妈家走亲戚，那是一个冬天，下完雪没多久，我又爬上了那座丘陵，这一次我竟然在雪白的丘陵上看到了一个黑色的洞，洞的上方洞壁就是正常的红土和一些落雪，和每天看到的丘陵一样的颜色，但是下去30米以后，整个土的颜色就全变成了黄色，好似人垒出来的泥砖一样。这就是古墓外围的夯土层啊，往下大概还有个10几米深，黑黢黢的，但是洞底感觉是平坦的。我趴在洞口附近愣了好久，一开始没有反应过来，没过多久我就猛然惊醒，这就是盗洞啊！而且跑到另一座很近的丘陵尖处，还能看到挖了一点但没有深入的盗洞。这一下我全明白了，盗墓贼先是测试了另一处，估计没有墓，后来就在这里找到了目标。但是我最遗憾的就是没有立刻报警，一直到今天，我想起这件事来就是止不住的后悔。我甚至还带着一些我的发小、我姑父都去看了好几遍，直到那个坑有一天被填满为止，也不知道是谁填满的。杨之发发现秦俑并且上报的过程，比我这个新时代的年轻人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对于这块写的比较详细，也是一直在幻想弥补我当年没有做的事情。后记
欢迎大家订阅我、关注我，我是猫村，也请大家多多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增加一下推荐的比例。做视频不易，尤其是这种中长视频，这是我尝试做的新内容，之前都是在做世界各地的住房科普和一些杂谈类的视频，现在开始做类似于讲故事的类型，也是源于我小时候的好奇。我其实打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对一些古老的东西感兴趣，只是随着年纪长大了，这些都丢了。以及本篇内容参考了一些论文期刊和当事者的口述历史，可信度很高，尤其是秦岭发现过程，但不保证和真实情况有一些出入。好，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内容，下期见。